星野自动一直在推动 Green Solution Machine Soulmate。那台湾大哥大在我们第2句 Machine Soulmate 这边，让我们的机器获得了灵魂，让我们很快的跃进一步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成效。星野自动其实有44年的历史。那我们一开始的创业就是以做塑胶射出成型机。我们是透过桃园市政府智慧产业学院的媒介啦，那时候也很惊喜，说原来台湾大哥大有做企业服务，合作的最大突破啊，就是让我们的机联网可以实现，很开心，就是可以用手机就可以知道机器的状况。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多全球的客人，透过这个专案就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方案。然后可以去从周边一直到射出机本身的工业电脑的资讯，全部都可以上传到云端，让他们可以看得到。那我们从远端也可以协助他们做一些设备的调整或者是检修。通常就是这样，机器有问题了，机器不动卡住了，才会说，赶快来看一下。那现在所有的数据都很清楚，维修上就很方便。我先把数据调出来，然后先知道它的状况，那就可以很快速的诊断，可以抓到问题。大家都说塑胶射出好像是传统产业，所以其实它虽然传统，但它是非常需要被改善，也非常需要在管理上面能够更精进的。然后对于跟客人的沟通来说的话，也比较不会流于就是个人主观的一个评判，在双方的沟通还有在自己专业的累积上面都很有帮助。结构化、架构化、数据化，按照这个流程进程一直往前推进，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学习到很多的地方。借由云端的这些资讯的交流，那我们就可以长期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。那我们把过去的这些制造经验，只要再把数位化加上去的话，其实台湾是站在一个很不错的利基角度。今年最主要的推动就是把机器加上云端的订阅这个要合起来，因为导入这些 AI 啊、数位化，重点还是要赚钱嘛。我觉得台哥大的角色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商吧，机械，然后跟系统商的互相合作，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代表性案例。那我们同时也开始应用台哥大的很多服务嘛，不只是这一次的云端平台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 AI 听写大哥，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台哥大一起合作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。我们就是在跑马拉松的嘛，我们目标就是要走到终点，但是怎么跑也看不到自己的状态是什么，不太确定。对，那有一个陪跑教练，一边跑一边修正你的姿势，然后一边提醒你说现在怎么了，前方怎么样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简单的，因为你花多少时间，这个人也要花多少时间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台哥大，我觉得现在目前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地方。